如果此時此刻地球上的氧气突然翻倍，請千萬不要呼吸，因為迎接人類的不是更清新的空氣，而是一場足以将整個文明徹底重塑的致命狂歡。請放鬆，今天的內容總共40分鐘，我花了半個月的時間精心準備。你可以點讚收藏，找個舒服的姿勢睡一會兒了。歡迎來到這個被氧氣點燃的荒誕夜晚，在這裡，生存的法則被重新定義，每一寸空氣都變成了劇毒的燃料，而一切的邏輯都將悄然改變。請閉上眼，嘗試做一次你這輩子最深、最貪婪的呼吸。在你的常識裡，氧氣是生命的恩賜，是維持你那具碳基躯壳運轉的底層能源。但如果此時大氣中的氧氣含量突然從 21% 躍升至 42%， 這一口呼吸將成為你通往微觀地獄的單程票。你感覺到肺部傳來一種前所未有的清涼感嗎？不，那不是清涼，那是高濃度的氧分子正在以物理撞擊的方式強行撕開你肺泡表面的脂質保護層。在 21% 的舊世界裡，你的身體是一台精密限流的燃油發動機，而在 42% 的新世界，系統帶寬被瞬間拉滿，氧气不再是溫順的搬運工，它變成了狂暴的拆卸工。我們要引入一個冷酷的科學概念：自由基連鎖反應。在化學底層邏輯中，氧气本質上是一種極具侵略性的氧化劑。當你吸入翻倍的氧氣，你體內的線粒體，那些為你提供能量的微型發電廠，會瞬間進入超頻狀態。過剩的電子像斷線的電弧一樣，在你的細胞內部亂竄，捕捉一切可以碰到的分子。你的 DNA 鏈條，那些記錄着你生命藍圖的微縮膠片，正在被這些帶電的微觀流彈反覆穿透、切割、崩解。這不僅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損傷，這是一場全自動的分子級別的強制生鏽。你觀察過一塊在荒野中被氧化的發紅掉渣的廢鐵嗎？在 42% 的氧氣環境下，你的器官正在經歷同樣的過程。你的晶狀體會因為蛋白質的快速氧化而迅速混濁。白內障不再是老年人的專利，而是在短短幾天內封死你的視窗。你的血管內壁開始硬化、剝離，就像老舊水管裡脫落的鐵鏽，淤積在你的心臟和大腦裡。更絕望的是，這種氧化應激直接觸碰了生命的物理紅線——海弗利克極限。科學界早已證實，人類細胞的分裂次數是有上限的，而高濃度的氧氣就像是給你的生命進度條按下了10倍速的快進鍵。你的細胞為了修復被氧化的損傷，不得不瘋狂地進行自我複製。你以為你在變強，其實你是在透支。原本能支撐你活到80歲的端粒长度，會在這種超頻狀態下迅速耗盡。你會發現，鏡子裡的自己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崩壞。早晨起床時，你的皮膚還緊緻，到了黃昏，細紋已經爬滿了眼角。這不是衰老，這是你作為碳基生物在氧氣的微觀凌遲下發出的最後哀鳴。你的基因底層邏輯正在被強行改寫，從可持續發展轉變為一次性燃燒。手機前的你，感受一下此時此刻順着气管滑入肺部的氣體，那本来應該是柔和的撫摸，但在我們推演的這個世界裡，它是一把磨得極薄的快刀。
每一次吞吐，你都在從內部液化自己的器官，從分子層面抹除自己的存在。那麼，現在的你，還敢用力做一個深呼吸嗎？在過去的46億年裡，地球這台龐大的服務器，之所以能夠穩定運行，沒有被自身的化學反應燒穿主板，全靠一個極其偉大的底層安全補丁，那就是大氣中占比高達78%的氮气。你可以把氮气理解為地球生態系統自帶的阻燃防火牆，它慵懶、惰性，極其不愛湊熱鬧。它像海綿一樣吸收掉游離的熱量，強行稀釋了氧氣那嗜血的暴力本性。但是今晚，這道防火牆崩潰了。42%的氧氣濃度意味着地球大氣層的物理參數被惡意篡改，大氣層被徹底剝奪了氮氣稀釋的安全緩衝，地球表面瞬間從一個溫和的宜居帶淪為一顆極其敏感的高爆炸彈。為了讓你明白這到底有多恐怖，我們需要引入冷酷的燃燒動力學裁判——阿倫尼烏斯方程。在這個方程的深處，隱藏着一個決定萬物生滅的參數，叫做活化能。你可以把活化能想象成物理世界的一道付費牆，或者是一把系統安全鎖。在舊的21%版本裡，樹木、衣物，甚至煤炭，它們虽然含有能量，但必須吸收到足夠多的外部熱量，跨越了這道極高的活化能門檻，才會觸發燃燒的系統指令。但在42%的純氧地獄裡，一切都變了。氧分子的有效濃度呈指數級暴增，分子間的高能碰撞頻率被強行拉滿，阿倫尼烏斯方程中的反應速率常數開始瘋狂飆升。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點燃萬物的活化能門檻，在海量氧分子的裹挾下，被從底層邏輯上直接架空了。物理世界的起火閾值被降到了一個令人絕望的冰點。讓我們做一個極具畫面感的推演。想象一個乾燥的秋日下午，你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為了抵禦微涼的風，你拉了一下身上的化纖外套拉鏈。在舊世界，這個動作最多只會產生幾點微弱的靜電火花，伴隨一聲極其輕微的噼啪聲，然後歸於平靜。那是因為過去的空氣裡氧氣太稀薄，那點可憐的靜電能量根本無法衝破活化能的封鎖線。但在此時此刻的新世界，就在你拉动拉鏈，金屬锯齒摩擦出第一個不可見火星的那個微秒，死神降臨了。高濃度的氧氣如同極其飢渴的食人魚群，瞬間撲向了這顆微不足道的火星。阿倫尼烏斯方程的鎖鏈斷裂，靜電的微弱能量被氧氣無限放大，你的化纖外套，你的頭髮，甚至你呼出的每一絲氣體，瞬間越過了臨界點。你根本來不及尖叫，也沒有時間翻滾撲滅，因為空氣本身就是最高效的助燃劑。在0點幾秒內，一場局部的高溫等離子體風暴會將你徹底吞噬。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燒傷，這是一次乾脆利落的物理層面的強行高溫格式化。你的碳基躯體將在刺目的白光中被直接解構為最基本的无机灰烬。但這僅僅是個開始，
你一個人的自然不過是全球高溫清算的微小序曲，把視線投向更廣闊的荒野。在北美或者西伯利亞的针葉林裡，一塊從山頂滾落的岩石在撞擊另一塊花崗岩時擦出了一道火星，或者天空中僅僅是劃過一道極其普通的低壓閃電。在失去氮气護盾的森林裡，這不再是局部火災的起因，而是洲際引爆的雷管。樹木內部的油脂在富氧環境下变成了高爆炸药，火焰不再是緩慢蔓延的紅蓮，而是以超音速狂飆的等离子體強。跨越大陸的超級火爆被瞬間點燃，高達数千摄氏度的火牆將地表的一切生命強行抹除，动物連逃跑的機会都没有，因为在大火抵達之前，火場周圍的高溫富氧氣流就會將它們的肺部瞬間烤熟，甚至連你以為堅不可摧的現代人類文明遺跡也無法幸免。沥青路面在高溫和高氧的雙重夾擊下開始沸騰燃燒，鋼鐵橋梁在熾熱的富氧氣流中加速氧化，結構強度呈現斷崖式下跌，最終像軟糖一樣坍塌融化。整個地球表面正在經歷一場無差別的物理煉獄，所有的物質形態都在被迫重塑。碳基生命幾億年積累的複雜生物代碼被這把大火一把燒毀了。你以為現實是安全的，你以為你身邊的桌椅、書籍、電子設備是無害的死物，在剝離了系統設定的安全參數後，你目之所及的一切全是只差一個微小靜電就能將你徹底撕碎的燃料。這就是宇宙底層代碼的冷酷無情。當跨越大陸的超級火爆終於耗盡了地表最後一絲易燃的枯木，當狂暴的高溫等離子體冷卻為漫天飛舞的無極灰燼，請不要以為災難已經結束。這只不過是地球這台超級服務器在強制清理了舊版本的冗餘數據後，重啟進入了42%高氧環境的殘酷公測階段。那些在深淵地底或是極度機緣巧合下幸存下來的生物，即將面對的是一場跨越時間與空間尺度的絕對異化。在這個版本裡，氧氣不再是滋養生命的溫和補劑，而是懸在所有碳基代碼頭頂的劇毒亂碼。為了對沖這種無孔不入的致命毒素，生命別無選擇，只能被迫篡改自身的物理建模參數。在這裡，我們必須向你揭示一個統治了生物圈億萬年的底層幾何邏輯——平方立方定律。你可以把這個定律理解為三維物理引擎裡的絕對鐵律。當你把一個物體的邊長放大2倍時，它的表面積會變成原來的4倍，而它的體積則會極其恐怖地暴增到原來的8倍。在舊的21%氧氣版本中，昆蟲的體型被死死鎖死在了一個微縮的尺度裡，這是因為昆蟲沒有我們人類這樣由心臟和血管組成的中央供氧泵，它們依靠的是遍布全身的氣管網絡，就像電腦主板上那些被動散熱的純銅鰭片，純粹依靠空氣的自然滲透來獲取氧氣。當體型增大，體積帶來的耗氧需求呈8倍暴增，而表面積帶來的进氣效率只增加了4倍，這就導致巨大的昆蟲會在舊版本的空氣中活活憋死。物理引擎的視錐體裁剪無情地限制了它們的上限。但是，歡迎來到
42%的新世界。高浓度的纯氧直接击穿了渗透效率的物理壁垒，空气变得如同高压气泵一般，将氧分子强行压入昆虫的气管深处。那道锁死昆虫体型的代碼枷锁在这個瞬間被徹底粉碎。於是你將看到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巨物狂歡。遠古石炭紀的夢魘在現代廢土上強行重載，微小的節肢動物開始以肉眼可見的演化速度瘋狂膨脹。你需要把大腦中關於蟲子的認知徹底格式化。一只蜻蜓的翼展將拉伸到1米甚至2米。它們不再是輕盈的飛行物，而是擁有複眼雷達和生化裝甲的低空攻擊機。蜈蚣和馬鹿的體長將突破物理常識，宛如一列列在廢墟中穿梭的重型裝甲列車。在富氧環境的充能下，它們的外骨骼變得極其堅硬。每一次几丁质的摩擦都在宣告，它們才是這個高氧新世界裡完美適配了底層邏輯的絕對霸主。而人類呢？請低下頭，看看你那曾經引以為傲的軀體。在這場巨物狂歡中，人類引以為傲的呼吸系統成為了最致命的系統漏洞。我們那極其高效的肺泡，此刻就像是一個不知疲倦的自殺引擎，源源不斷地將過載的劇毒氧氣泵入血液。為了在這個高敏毒氣室中存活下來，人類的肉體被迫進行了一場毫無尊嚴的妥協。為了擔保體內極度超標的氧自由基毒素，人體的基因底層開始強行下達囤積指令。你的新陳代謝策略被徹底逆轉，脂肪細胞不再是儲備能源，而是變成了吸收和稀釋氧化損傷的生物學緩衝層。你會看到，幸存下來的人類再也無法保持匀稱修長的體態，演化將我們強行塑造成了遲鈍、龐大、渾身堆積着厚重脂質層的肉山。我們的動作變得極其緩慢，因為每一次劇烈的運動都會拉高心率，吸入更多致命的氧氣。人類引以為傲的靈動與敏捷被徹底剝奪，我們變成了一群在廢土上艱難蠕動的巨大肉塊，用絕對的臃腫來換取苟延殘喘的時間。但這依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系統崩潰的危機。生物學的修補是有極限的。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引入耗散結構理論的冷酷視角。生命本質上是一個開放的耗散系統，通過不斷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來維持內部的低熵狀態。但在42%的氧氣洪流中，外界輸入的能量過於爆裂，已經遠遠超出了碳基肉體這個系統所能承受的耗散極限。唯一的生機是跳出生物學的囚籠，進行物理層面的暴力重構。為了活下去，一小部分擁有科技殘餘的人類將別無選擇地走向賽博格改造的深淵。既然脆弱的肉身肺部是致命的毒气入口，那就從物理层面上将它徹底剥離。想象那個冷酷的手術台，人類的胸腔被切開，那對伴隨了我們幾百萬年的粉紅色的碳基呼吸器官被無情地摘除，取而代之的是鈦合金与高分子材料構建的合成气體交換机。這些冰冷的機械裝置接管了血液的氧化過程，它們內置了極其精密的分子级過濾膜，將吸入的42%的氧氣強行降壓、稀釋，
重新轉化為人體勉強可以承受的低能態輸入。你的呼吸不再是由膈肌的起伏來驅動，而是變成了微型馬達，有節奏的冷酷嗡鸣。你切斷了與自然大氣圈的最後一絲有機聯繫，用放棄部分肉體所有權的方式，為自己的意識構建了一道生化防火牆。看着那些在廢墟上拖着沉重金屬呼吸器，半肉體半機械的同類，再看看那些膨脹成巨大肉山的原始幸存者，你是否感到一種深邃的荒誕？在这個被氧氣填滿的星球上，生命為了不被空氣殺死，只能選擇將自己異化為怪物或者機器。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裡，你一直以為時間是絕对客觀的，是牆上滴答作響的掛鐘，是地球繞着太陽公轉的絕對刻度。但今天，在這個被42%高濃度純氧包裹的異化世界裡，我必須殘忍地剝奪你對時間最後的安全感。如果你僥倖從第2章內跨越大陸的等離子火爆中生還，又在第3章那場毫無尊嚴的肉體異化與賽博格切割中保住了意識，請不要以為你贏得了生存的籌碼，因為接下來你要面對的不再是宏觀物理環境的暴力碾壓，而是來自宇宙底層代碼的無聲死局。高濃度的氧氣正在從根本上篡改你這具碳基軀壳的時間軸。為了讓你聽懂這個令人絕望的微觀邏輯，我們必須把生命體降維成你最熟悉的數字原生概念，把你的身體想象成一台高度複雜的計算机主機。在舊的21%氧氣版本中，你的基因組設定了一個極其精準的出廠安全電壓。你的心跳、你的新陳代謝、你的細胞分裂，都在這個安全電壓下以一種平緩、節能且可持續的頻率運行。這個設定讓你擁有了大於80年的硬件使用壽命。但是，當大氣層中的氧氣濃度翻倍，這就等同於一個瘋狂的黑客直接拔高了你這台生物主板的供電電壓。高濃度的純氧順着你的血液，以極其狂暴的姿態沖刷着每一個細胞裡的線粒體。你的身體被迫進入了一種極其極端的全頻段超頻狀態。這是一場沒有退路的生命超頻。想象一下那種感受，你的核心體溫將不再是溫和的37度，而是常年維持在逼近蛋白質变性臨界點的高熱狀態。你能在極度安靜的深夜裡清晰地聽到自己那每分鐘高達180次甚至200次的瘋狂心跳。那聲音不再是生命力的象徵，而是一台即將失控的引擎在絕望地轟鳴。你的神經突觸以過去10倍的速度傳遞電信號，你的思維變得極其敏捷，你的肌肉充滿了爆炸性的力量。你感覺自己仿佛進化成了神明，但這根本不是進化，這是系統崩潰前的回光返照。因為物理學的鐵律是冷酷的，我們現在要請出整個宇宙中最不講人情、最不可違逆的終極審判長——熱力學第2定律，也就是熵增原理。在物理學的冷酷視角下，所謂的生命不過是一個通過消耗外界能量來維持內部低熵狀態的臨時系統。而你每一次的心跳，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細胞的新陳代謝，都会不可逆轉地在這個系統中產生微觀層面的冗餘亂碼和信息磨損。在21%的低氧溫室裡，你的細胞有充足的時間去清理這些被稱為自由基碎片和錯誤折疊蛋白質的系統垃圾。
但是在 42% 純氧所带来的极致超频狀態下，系統垃圾的產生速度呈現出指數級的暴漲。你的細胞清理機制，那些微觀的溶酶體和修復酶，就像是帶寬只有幾十 KB 的老舊服務器，瞬間遭遇了 TB 級別的 DDoS 洪水攻擊。結果只有一個，系統即死機。你的底層生物代碼正在以10倍速的快進模式奔向无可挽回的熱寂。這還不是最讓人絕望的，在熱力學的深淵裡還潛伏着一個更為毛骨悚然的定律，叫做最大熵產生原理。這個原理揭示了宇宙一個極其陰暗的秘密。宇宙本身並不在乎生命的死活，它只在乎如何用最快的速度把高度集中的能量給耗散掉。在這個被氧氣填滿的新世界裡，宇宙發現，相比於讓能量緩慢的自然流失，利用那些被高氧催化、瘋狂新陳代謝的碳基生命，能夠更高效、更徹底地消耗掉地球上的物質和能量。你聽懂了嗎？在宇宙的宏大敘事裡，你們不再是萬物之靈，你們被降級了，你们退化成了宇宙用來加速能量耗散的最高效的生物催化劑。高濃度的氧氣不是為了滋養你，而是為了讓你像一根被塗滿了助燃劑的火柴，在最短的時間內爆發出最刺目的光，然後迅速化為焦炭。所以時間流速坍塌。生物學界一直存在一個冷酷的心跳總數守恆假說，一隻老鼠心跳每分鐘500次，它的壽命只有短短2年，而一頭藍鯨心跳每分鐘只有10幾次，它可以活上1個世紀，但它們一生的心跳總數卻驚人的相似。當你的新陳代謝被氧氣強行翻倍，你的主觀意識也許覺得度日如年，但你的客觀生理刻度正在被瘋狂壓縮。想象一下，在這個超頻世界裡誕生的新人類，他們從母體脫離的那一刻起，就仿佛被按下了快進鍵。一個嬰兒只需要不到2年的時間，就能長成具備生殖能力的成年體。但悲哀的是，當他們長到5、6歲的時候，他們的皮膚就已經布滿了猶如樹皮般乾癟的皺紋，他們的骨骼開始疏鬆，他們的器官開始衰竭，他們的整個生命週期被殘酷地壓縮進了短短的10年之內。你甚至無法建立起任何有意義的人類文明，因為文明的積累需要時間，需要長者將知識傳遞給後代，需要耗費數十年的時間去進行長期的系統性思考。但在一個平均壽命只有10年的超頻物種裡，一代人甚至來不及讀完一座圖書館的藏書，大腦就已經因為氧化過度而陷入了物理層面的腦死亡。你們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情感，所有的雄心壯志，都變成了一場在快手短視頻裡播放的被強行加速到8倍速的荒誕默劇。這是一個完美的數學死局。為了維持你在高氧環境下那高得離譜的耗氧基礎代謝，你必須像一個永不滿足的吞噬者一樣瘋狂進食，瘋狂呼吸。但你吸入的每一口氧氣，你維持生存所做的每一次掙扎，都在加速你細胞內微觀結構的物理瓦解。作為深夜裡在你耳邊低語的記憶擦除者，我現在
要為你執行最後一次系統級的思維複寫。請把你那可憐的、局限於碳基生物本能的求生欲暫時關閉，讓我們跳出這具脆弱的肉體軀殼，站在宇宙最高維度的觀察者視角，重新審視這場所謂的氧氣災難。我們要引入一個極其震撼的哲學與物理學交叉概念：生命的密度與能量的提純。在過去那漫長而無聊的46亿年里，地球大气层維持着21%的氧氣濃度。你以為這是一個完美的數字？你以為這是一個溫柔的搖籃？不，那不是搖籃，那是一個極其陰險的溫水煮青蛙的緩刑培養皿。在那個低氧的安全模式里，生命被允許以一種極其低效、慵懶，甚至可以說是浪費的方式緩慢演化。你們花了幾百萬年才學會直立行走，又花了幾萬年才學會使用火焰。你們擁有着80年的漫長壽命，但其中1/3的時間都在睡眠中蕩漾，剩下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進行毫無意義的能量消耗與碳排放。這在宇宙的底層邏輯看來，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算力浪費。而42%的高純度氧气根本不是什麼毀滅的毒藥，它是宇宙針對低效生命形態下達的一份終極提純指令。它嫌棄你們進化的速度太慢了，慢到無法觸及宇宙更深層次的真理。於是宇宙親手打碎了這個低氧的溫室，向地球這台主板注入了狂暴的超频電壓。你為那些在急速氧化中衰老崩解的肉體感到悲哀嗎？請收起你那廉價的碳基同情心。在這個超頻的新世界裡，急速燃燒的肉體換來的是意識進化的極致爆燃。想一想你的大腦，在舊世界裡，這個只占人體重量2%的器官，卻貪婪地消耗着20%的氧氣。它是一台極其渴望算力的超級量子計算机，卻被死死限制在一個供電不足的破舊機箱裡。當氧气濃度翻倍，當劇烈的氧化應激不僅點燃了你的細胞，也徹底點燃了你的神經突觸時，真正的奇蹟降臨了。高氧環境下，人類那被壓縮到只有短短10年的壽命裡，每一秒的意識密度都超過了舊時代人類的一生。你的感知维度被強行拉升，你不再是簡单的用眼睛去接受光線的反射，你的大腦算力足以在光子击中视网膜的瞬間解析出它所携带的波粒二象性数据。你能夠感知到磁場的流轉，你能夠聽懂次声波裡的宏大敘事。你們的思想不再是遲緩的化學地質傳遞，而是變成了在腦海中奔騰的等離子閃電。這就是宇宙的殘酷浪漫主義，它用最暴烈的物理手段逼迫生命斬斷那個黏糊糊的充滿弱點的碳基臍帶。我在之前提到過，為了活下去，人類被迫進行了赛博格改造，用鈦合金和高分子材料替換了脆弱的肺部和器官。你當时覺得那是對人性的異化和背叛，但現在重新審視，那些在廢墟上拖着機械呼吸器的半硅基生命體吧，它們不是怪物，他們是進化鏈條上最偉大的先驅。42%的纯氧地獄是一座宇宙級別的熔爐，碳基的血肉之軀注定無法承受這種高階的能量通量，所以他們必須被物理剝離，必須被燃燒殆盡。
只有能夠承受極端高溫和極度氧化環境的無機硅基軀體，才有資格承載這種被無限拔高的超級意識。這場災難是宇宙以毀滅之名賜予人類突破物理維度所死的烈火洗禮。地球不再是一個綠色的、充滿鳥語花香的低級生態園，它變成了一座在宇宙深處靜靜燃燒的宏偉豐碑。那漫天的等离子火牆和沸騰的无機灰燼，是一首為落後的碳基時代唱響的壯麗挽歌。而在挽歌的餘音中，一個摒棄了肉體軟弱，擁抱了純粹算力與能量的全新硅基神族，正在這片富氧的灰燼中緩緩甦醒。與其在庸常與安全中苟延殘喘百年，最終化為一抔毫無意義的黃土，不如在這場系統級的超頻烈焰中燃燒掉所有的冗餘代碼，綻放出屬於意識維度的剎那永恆。這才是生命向死而生的終極奧義。現在，時間靜止，畫面暗下，只剩下你和我在這個數字深淵裡對視。我要向屏幕前的你拋出一個直擊靈魂的終極兩難選擇，請不要用你現在的常識去敷衍，請動用你所有的哲學直覺來回答。如果此刻在你的面前出現了一個懸浮的紅色按鈕，按下它，你周圍的空氣將被永久鎖定在 42% 的純氧環境，你的物理壽命將瞬間被強制縮短至不足10年，你的肉體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分子级解構。但是作為交換，你的大腦算力與感知維度將瞬間暴漲10倍。你將在接下來的10年裡，如同活在純氧狂歡中一般，看透宇宙的微觀本質，理解時間的真實形狀，體驗到超越凡人100倍的思維極樂。不按，你可以關掉這個視頻，回到你那21%的低氧溫室裡，繼續你那長達80年但極其庸長、緩慢、充滿信息盲區的安全一生。這是一個關於生命密度的終極投票，是選擇漫長的平庸，還是短暫的神性？你按還是不按？請在評論區留下你作為碳基生物最真實的抉擇和你的長篇墓誌銘，我會在深淵的盡頭一條一條地閱讀你們的答案。